疯子的世界，其实除了疯子之外，还有什么人能够理解呢？3号自杀，幸好被救回了性命。醒来之后，说他身体里面的其他3个人格都被自己谋杀了。从此，3号就跟一个普通人没有两样。我很质疑，这样是不是代表他的病已经治好了？之后，我跟天心接触了一个对女性恐惧的男人。可是到了最后，我才发现，看上去毫无杀伤力的男人，虽然他的内心世界很单纯，可是他的理论却叫我迷惑了。走，小姐，你你们两个干嘛？这是我从一本关于被绑架人质心理学的书上学到的。他说，被囚禁的人很需要找到自己同伴，在心理上得到依赖。举一个例子说吧，有一个人质被抓走，经过盘问被放回来，这个人会得到别人的信任，而且很可能成为当中的领导者。我知道了，你想要我做的是得到小陈的信任。对，我们需要用这个方法了解他的病情。天心，你刚刚有看到什么吗？有，但我需要点时间整理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你送他回去。来。表姐，坐。怎么样？累不累？不会啊。你有事情要跟我说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愿意和你们合作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你是为了我跟天心啊。我和你跟天心的关系是其中之一，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。什么事情啊？这间办公室在半年前属于另外一个医生的，当时有3个主治医生，我是其中一个。3个月前发生了一场意外，另外2个医生离开了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。发生了什么意外？精神病在现在医学上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，我们只能靠药物去抑制病人的病情，这样其实是根本治标不治本。这个我能理解啊。坐在这个位置的医生就想了一个做法 ：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， 心理干预治疗法。他希望我能够找出病人的病因，然后对症下药。院长很支持，我跟另外的医生也跟随他的做法。我们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每个病人的过去。这样好像我现在跟天心在做的事情一样。没错，我们3个人配合得很默契，我们甚至能让很多病人都能够痊愈出院。院长很满意，他希望给我们更多的空间，放手去做。但是意外发生了。发生什么意外？随着病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就发现，大部分的精神病患，他们的思考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。他们太过极端，太过于敏感。就好比花子，你说他是天才，还是疯子？我们甚至也分不清。天才还是疯子？上帝造人很公平的，就好比一个盲人，他的听觉能力一定会比一般人强。所以有一些精神病患者，他们是在某一部分的认知超乎了一般的常人，
但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太过于偏激，又导致他们不能跟正常人相处。提倡心理干预法的医生，称之它为发展失衡。心理干预治疗法因为太注重病人的内心都在想些什么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想，而导致我忽略了很多更危险的事情。危险的事情？多危险啊！你在了解他，他也在了解你。你想改变他，他也想改变你。我知道了，表姐。你是担心我被小陈影响？我不想再看到这个意外发生。这样的意外，在这间办公室里有发生过吗？本来坐在这个办公室的医生，就是因为这个意外，变成了病人。你干嘛？我没有胃口。话也话不出来，心情不好。我跟你说，把饭吃饱，然后再睡个觉，醒来之后精神会好，会更有灵感。赶快吃。高凯啊，我们那只戒指呢？你有没有好好保管？当然有了。你看，给我。幸好你有收着。当然有留着，这是你选的结婚戒指。但是弄成这样，都戴不了了。我跟你说，等你病好之后，我们一起出去把它修好。我给你我这个，你要好好的帮我保管它。噔噔，你拿我的戒指干嘛？你又修不好。你不用管我了，啊，快戴上。你帮我戴。记住不要弄丢了哦。好了，赶快吃饭。